如果你现在看我头发湿湿的，不对，并不是我没有洗头，我是刚洗完头还没有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视频的主题呢，我们看背景就知道是一个跟平时不一样非美妆类型的主题。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我减肥啊，还有保持身材怎么做的。现在看视频的你应该是想要减肥才会看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跟你讲的就是减肥这件事情要以健康为主，不要为了一味的去瘦而用一些不正确的方式。就是我从过来人的经历告诉你，我之前很想减肥的时候也用过这种不正当的方式，短时间内是有效果，因为一个人每天至少要摄取1500卡路里嘛，绝食那种类型去减肥的话，那你没有摄取到那么多的 calories， 自然你是会瘦的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持久的，人总是要吃，你不可能每天坐在家里也不上学也不上班就坐在家里减肥，对吧？慢慢的减，不要说哦，我1个月内一定要减10斤，这样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有一点太欲速而不达，不要着急，一步一步的去减肥，得到的东西不只是我变瘦了，而且还是一个长期以来保持的一个健身的习惯。如果你看过我之前做的50问，你应该记得我那时候讲过，我最胖的时候有到快130磅。那我知道这种类型的视频嘛，不给一个前后对比图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。但都没眼看的，某安台呀。每个人嘛都有胖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所以现在就跟大家分享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减肥。如果你第一次看我视频的话，我的身高是1.7米2.5，快1.73米，这样子一个身高胖起来，人是会看起来很大只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减肥这个想法。那时候一决定要减肥，真的是减下来了，并不是减了一下，后来又胖回来，然后又减，这样我是一次变瘦的。第一就是减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恒心，你要有这样子的决绝，我一定要减下来。如果你只是想说啊，那我今天试试减肥，我今天少吃一点，明天开始我减肥，我后天开始减肥，这种想法都是就是比较难减，或者你花的时间是很久，就是来来回回，差不多花了1个暑假的时间。那个时候我在上大学，大概1个暑假3个月瘦10斤这样。3个月瘦10斤并不是说很夸张的一个事情。这3个月减肥的路程当中，认识了一个瑜伽这个好朋友。当时的瑜伽课程也就是4、5年前是比较早的时候吧，他一堂课基本上都是90分钟，不像现在有1个小时。那个时候的瑜伽课是高温瑜伽。我那时候为了减肥呢，每天做2场，就是每天是有差不多3个半小时是待在瑜伽室不出来的。我连着就是做2场，因为你要开过去，中途我是不会回来的，就是中间下完第一堂课，离第2堂课还有半个小时时间，我就是在瑜伽室看看书，刷刷手机就过去了。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个减肥的信念吧，所以每天不间断的，又是高温瑜伽，所以汗流成河。当时每天3个小时做高温瑜伽，差不多1个半月吧，我就回国了。只是1个半月在加拿大瘦了差不多快7、8斤吧。后来回中国以后，因为在爸爸妈妈身边嘛，每天吃东西的食谱啊什么的，就是比较好跟他们开口。然后比如说我跟我妈说我不想要吃碳水化合物、米饭啊或者面之类的东西，我那个时候也不会就是不吃。你知道你平时点苏西嘛？比如说一个肉大概有6个苏西，然后苏西不是外面有沾米饭吗？6个苏西外面沾的一圈饭，就是我当时可能1顿会吃的米饭的量，就是会避免和减少吃很多碳水化合物。然后那时候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肉和菜，肉也有减少，比如说像猪肉和牛肉也是吃的比较少，主要是吃鱼肉啊、海鲜啊，就白肉。在中国又待了1个半月，调了一下饮食，就是非常健康。那1个半月都没有吃任何像什么油腻的水煮鱼啊之类的东西，然后就是10斤就瘦下来了，而且我这10斤肉就是再也没有反弹过。但是很多朋友看到我就是大吃1斤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下子瘦了10斤嘛，整个人还是有很多变化啊，也不用说了，刚刚你们也看到照片了。那我3个月以后回来加拿大，我就继续又开始瑜伽，后来再重新开始做瑜伽，就没有像之前那么 intense， 不是每天都做2场那么多，大概是1个礼拜坚持做4天吧。这太亮了，晒死我了。等一下，换个角度啊。刚刚讲的就是我怎么3个月内减了10斤的一个全部过程吧。自己体会最深的就是3.1，就是你真的要有这个恒心，你要有这个毅力，你 you gotta want it really bad， 很想要去减肥，你才会成功，你才会坚持下来强烈的运动。第2呢，就是强烈的运动。当然你要记得，在强烈的运动以后要多喝水，比如说椰子水啊这样子。
补充营养的，补充那个体内的水分的之类的。然后第3呢就是饮食，我个人是觉得这3点里面可能饮食是最小的一个 part， 因为我当时也不是说节食什么的，还是会吃东西，像我刚刚讲也有吃肉，只是你要少吃，每个人食量都不一样吧。我当时可能就是每天吃到自己5、6分饱，这样还是有一点点吃的比较少的倾向。那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减肥这个故事呢，并不是想要跟大家讲说每个人都要瘦或者怎么样，不是说一定要瘦的像骨头一样你才是美的，好吗？就是你身体感觉到你达到了一个非常舒服、觉得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就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讲一讲我非常想跟大家聊的，就是关于我从减肥当中碰到的好朋友运动这个事情。我选择瑜伽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之前有试过去健身房，然后按照网上的一些方式，比如说一开始你要去跑步，然后你要做那些就是踩登山机吧，那个是叫。接下来你要上某个仪器，这样我都有尝试过。我当时一个人会去戴着耳机，然后听着歌去运动嘛。健身房对我来说，健身房的一些运动是有一点点枯燥和无聊的。就算我一直在听歌或者看健身房它上面有的电视啊，我还是觉得很无聊。所以呢，我就去尝试了瑜伽。我刚开始去瑜伽的第1堂课和第2堂课，甚至是第3、第4堂吧，就是可能前5节真的都是要死。虽然我那个时候心理上已经接受了这个东西，而且有一点喜欢，身体上真的是支撑不住，因为又是热的，又是高温，要做一些运动，每一个 pose 都要保持得很久，当时完全就是接受不了，心跳得很快，然后经常眼睛前面会一片黑那种。老师有讲过一句话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limit， 有自己的一个极限，你要每一次觉得自己达到自己的极限的时候，再 push 你自己一点点，这样子你达到的成果或者你到达的地方，就每一次都会比之前一次远一点。当时也是我初期做瑜伽的时候，很想放弃，我觉得这个太辛苦太累了。但是我听到这么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！你不 push 自己的话，你永远都是原地踏步嘛，对吧？继续去上课，7、8堂课以后吧，瑜伽就已经没有那么难或者那么煎熬了。因为刚开始接触瑜伽的时候嘛，我以为是一个有一点点像形体训练或者是跳舞啊，每一个动作都是慢慢的很优雅那种。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一个比较温柔的运动，结合心理跟肢体交织在一起，你要从中找到一个 balance 的一个运动。然后我觉得超酷的，每次去上课啊，瑜伽老师讲话的声音也是细细的温柔的，非常的 calming， 感觉你一走进教室，一走上你的那个瑜伽垫，你就把外面尘世间的烦恼，或者是你平时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全都忘记了，就马上整个脑子一片空白，然后听着老师每一句话去做动作。这也是我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瑜伽的一个原因，我觉得心理上能得到一个宁静。瑜伽有些方面对我来讲，其实我觉得跟看书很像，就是你开始了以后，你就会把自己人从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抽出来，然后进入到另外一片净土。运动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，万事开头难，一开始的时候想死很累，再也不想做了。当你 push 自己做过了那7、8、9节以后，你真的会爱上这个东西，它变成你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嘛。就现在如果哪一天不做瑜伽，我会觉得浑身不太舒服，好像有什么事情没做。那我觉得不光是瑜伽，如果你平时爱去健身房，你可能也有同样的一个感受，就是运动到后来已经变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，变成了一种态度。好，那我刚刚讲了那么多瑜伽，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想要我讲一讲瑜伽哪些动作可以减肥，就是这种比较实质性的东西。瑜伽一个整体一套动作做下来的嘛，如果你是全身要整体的瘦下来，瑜伽整套动作都很好。那我现在就不在这里就是给大家做整套动作，因为要1个小时。我会把我平时假如说我没有空去瑜伽教室，我会去 YouTube 上跟着 YouTube 那个视频一起做的一些网址放在下面。我平时就是放 YouTube 瑜伽那个视频，然后把垫子往那儿一铺就开始了。如果你是瑜伽初学者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跟差的之分吧。去离家里比较近的瑜伽馆，然后你尝试如果第1节课下来你不讨厌，那么再多做3、4节，你就一定会爱上这个东西。千万不要着急，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说哇，旁边人都好厉害，都好能做这个动作那个动作，我怎么就不能达到这个动作呢？真的不要着急，你不要跟别人去比，要跟自己去比。我今天比昨天好一点，明天比今天好一点就 OK 了。去上课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有 peer pressure， 他们都不需要躺下来休息，可是我好累啊，我是不是要 push 自己？如果你可以 push 自己再多一点点坚持下来，那是好的。那如果真的不行，你就躺下来休息。这个东西日积月累，你一定会看到成果。我一开始的时候1个半小时的课躺了半个小时，一点不夸张。那刚刚讲完了信念、瑜伽2样东西以后，小小的讲一下饮食方面吧。
并没有说一个很详细的菜谱可以给大家，从来没有这样子特别系统的去规范过自己的饮食。比较注重的点吧，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，可能一直到现在我都不会说一大碗白饭，然后上面就几根菜几片肉这种，我可能宁愿会多吃点菜跟肉，也会少吃一点米饭。如果你实在是饿，你觉得吃饭吃肉不饱怎么办呢？有几个 alternative 首先我不爱吃水果，你知道的。那如果你爱吃水果，我觉得 smoothies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选择，又能饱肚子，然后又很好喝，而且还可以解暑，对皮肤又好。女生 come on it's the best thing。 那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插入一段我平时做 smoothie 的一个步骤。好，那今天因为为了录视频嘛，我把所有东西都摆出来，摆在桌上，摆得很好看。但平时呢，其实就只用一个切菜刀，一个切菜板，然后舀那个 yogurt 的勺子就可以了。用的水果可以用2种，第一种呢就是新鲜的水果，第二种就是去超市里买事先已经混合好的切好的水果。对，那如果你想要冰的呢，你可以把新鲜的水果切好以后冰在冰箱里，在冰箱里的冷冻那一边冰大概5到6个小时或者3到4个小时吧就可以了。好，首先我倒进去的是1杯橙汁，然后挑出来一些超市买的那种 mixed berries， 它有草莓啊、蓝莓啊之类的。我用的这个 blender 是 Vitamix， 这个是比较大功率的，就是一次可以做好大一杯。那如果你是一个人住、一个人喝的话，或者是家里只有1-2个人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平价一点的，我会写在下面推荐给大家，因为我之前也用过那个。在 blender 里面我放入了香蕉和 yogurt 呢，你可以随心所欲放你想要的味道，我一般会选香草味的。这样子榨出来的汁会比较甜，然后我会放入1小勺亚麻籽，亚麻籽里面纤维很多，然后会给你带来饱胀感，可以代替米饭。然后因为我喜欢果汁里有一点酸酸甜甜的味道，所以我会加一点点柠檬汁，我会这样先在柠檬上搓揉一下，这样的话它的那个肉会比较松散，然后挤出来的汁会比较多一点。柠檬我觉得是对女生皮肤很好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我平时有的时候也会偶尔加入到自己的水里面。对，那基本上这一种 smoothie 里面呢，我就放了这么多东西，然后就可以打开榨汁机。这个 Vitamix 的榨汁机好的地方，它是有好多档位可以选的，你可以让它不同的档位把你想要榨出来的 smoothie 变得比较浓郁，或者比较像水一样的 liquidy。如果要追求口感，就是感觉你喝下去的东西不是水状的，而是有一点点 smoothie 的感觉的话，你可以开到6到7档。第一杯这样子的 mixed berries smoothie 就做好啦，你看是不是很方便，然后也不需要太多时间吧，又可以喝到比较营养对皮肤好的东西。那这一杯的口感跟下一杯比起来是相对比较甜，下一杯前面我加了一些薄荷味道的水，所以整个喝起来会比较清爽一点，很适合夏天。我会放一些切好的芒果块在里面，当然前面的水你也可以用正常的水或者用 coconut water， 然后现在我加一些 pineapple 进去。我很喜欢菠萝酸酸的味道，但是建议菠萝不要加太多，因为菠萝是容易上火的。还是一样，我再放一点点 yogurt 进去。这跟之前那一杯一样，会用1根香蕉那香蕉放在 smoothie 的作用呢，就是让整个 smoothie 的口感更加粘稠一点点，更加像 smoothie 一点，而不像果汁。然后会加入刚刚那个亚麻籽。那刚刚讲过，亚麻籽是高纤维，所以它可以帮助消化。减肥的时候呢，最好是多吃水果，让自己的肠胃比较畅通，不要便秘。还是一样挤一些柠檬在上面，让它更加酸一点，特别喜欢酸的东西。把 blender 打开，还是调到差不多6、7、8档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机器很酷的地方就是它右边是开关嘛，左边有一个紧急停止钮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做好了这一杯黄色的凤梨芒果 smoothie。还有一些其他东西也可以方便加到 smoothie 里的，大家可以去试一试，比如说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坚果啦，牛奶啊 almond milk 或者是 coconut water。 那我自己的话，我比较不会放牛奶吧，因为牛奶有的时候会让我冒痘痘。有一句话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right，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还蛮对的。当你一阵子再也不碰垃圾食品，每天都是营养比较丰富多样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自己的状态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你也会，如果有的时候产生想要吃麦当劳啊这种事情的冲动的时候，你又会稍稍抑制一点自己。平时你要是想要吃健康，然后又懒得去榨水果这样子比较麻烦的事情的话， yogurt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就每天吃几勺，吃到自己饱为止。我那时候减肥那3个月当中吃的最多的水果跟 yogurt。
还有汤。那时候我在中国嘛，然后我妈会经常煲各种各样的汤给我喝。那今天呢，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就是跟大家先笼统的分享一下我减肥的这个过程，笼统一点的保持身材的办法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。然后呢，最后还是再想强调一遍，减肥真的是欲速则不达，慢慢的减，有耐心的去减。只要你有这个恒心，有这个毅力在，坚持运动，一定会瘦下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想2017年年头给大家发这个视频，因为我特别想看到，如果你也是想减肥，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，比如说半年的时间，到今年的夏天，慢慢的减肥去运动，是一个更加健康、更加能够维持时间久的一个方法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